前线焦灼之下，俄乌战事即将进入第3个冬天，双方攻防有何变化？那么另一方面，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开始正式访问俄罗斯，在当前西方持续炒作朝兵入俄的背景下，释放了何种信号？来看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韩国及美西方打配合，高调炒作朝兵入俄的传言。朝俄均否认过相关说法。朝鲜驻纽约联合国代表近日还表示，有关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当地时间28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再次公开炒作，声称已证实朝鲜已派兵协助俄罗斯，并或将派遣到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地区。吕特还警告称，相关事件或代表着俄乌冲突的重大升级。值得一提的是，吕特当天与韩国情报机构、军方以及外交高官组成的韩方代表团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了相关议题。美国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朝鲜参战，美国不会限制乌克兰动用美国武器针对朝鲜军队。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乌克兰方面曾多次要求美欧盟友解除对其远程武器的使用限制，以攻击俄领土纵深目标，但并未得到直接回应，被认为是美西方不愿意过度深陷俄乌战事的直接体现。乌方也将库尔斯克行动的失利归结于此。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一份声明中就对西方盟友未能解除使用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表示不满。有观察指，美方首次将相关限制条件摆上台面，对外释放强烈信号。在这一敏感时刻，朝鲜外务相崔善基28号宣布启程前往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外界注意到，这是朝鲜外务相6周内第2次访问俄罗斯。俄驻朝大使馆指出，朝鲜外务相在战略对话框架内展开俄罗斯之行。在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对平壤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加强战略对话的协议。日前，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批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条约第8条规定，双方应建立联合行动机制，加强防御能力，以防止战争，确保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本月25号，朝鲜外务省首次正面回应朝鲜向俄罗斯派兵，声明称，朝鲜外务省不直接干预朝鲜国防省的行为，对于此事也没有必要另行确认。这本身是美欧现在对俄罗斯信息战、舆论战的一部分，现在正好处在俄乌战场发展的一个关键期。不管是乌克兰去进军库尔斯克，还是说俄罗斯呢在乌东地区的这种战事的推进，双方呢在僵持的过程当中，的确是需要一些其他的话题和议题呢来去做多方位的一些施加压力。从整体的局面来看呢，俄乌的战场是处在一个僵持的状态。那么俄罗斯跟美国跟欧盟呢，双方正围绕着俄乌战场的局势呢进行多轮的一些博弈，而且这种博弈啊，除了有涉及第三方的一些议题之外，还有像粮食啊、能源呀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议题。当地时间27号，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启，这也是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身亡后，有关各方的高级别代表首次就加沙停火进行会谈。不过，哈马斯方面没有派代表出席。另一方面，有消息称，以色列可能将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中东的报复性循环打击为何难以化解？来看分析。当地时间10月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暂停。相关方在为期2天的会谈中，就斡旋方提出几项协议方案进行商讨，并取得了进展。据悉，卡塔尔、埃及、美国、以色列4方代表进行了密集会谈。有消息透露，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提出一份为期28天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方案，并要求哈马斯释放8名以方被扣押人员，以色列则释放数十名在押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证实了这次会谈，并预告未来几天斡旋方将与哈马斯方面举行会谈。令各方担忧的是，以色列议会28号通过2项法案，禁止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明年在以色列开展任何活动或提供任何服务，同时禁止以色列与近东救济工程处进行任何官方接触。成立于1949年的近东救济工程处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以色列一直称该机构在加沙地带的工作人员中有人与恐怖组织有联系，不过以色列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一说法。
法案起草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成员博阿兹·比斯穆特甚至将近东救济工程处与哈马斯画上等号。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里尼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以色列新通过的法案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以色列根据国际法应承担的义务。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也谴责以色列这一决定违反国际法。爱尔兰、挪威、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等多国纷纷发出批评声音。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称，拜登总统对这些法案深感忧虑。他还警告称，以方这一做法恐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现在以色列对于工程处的相关的这种指控和对于他的一种行动上的限制，和以色列此前在加沙北部地区进行的所谓的将军计划是有异曲同工的，就是要彻底的困死这个哈马斯在于加沙地带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和存在。但是这样的做法呢，从之前的经验我们来看到，可能很难能够达到以色列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一旦工程处的这种履职受到障碍，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地区的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的恶化，而以色列在军事上可能并不会从这样的一个维度上能够获得任何的这种补益。多线开战的以色列仍未停止与黎巴嫩的互相轰炸。有美媒发表分析文章指，现在的以色列显然在中东处于主导地位，在多个战线全面开火，美国则已变成配角。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何避免中东地区出现不幸的区域战争，美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提出计划，更谈不上落实。在以色列26号对伊朗展开3轮精准和定点打击后，以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称，以色列选择袭击伊朗的目标是基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而非美国的指令。以色列现在和将来都遵循这一原则，这也被外界解读为内塔尼亚胡希望淡化美国对以方行动具有影响力的表现。美国其实在中东之外，对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足以让以色列失去自主决策权。而且呢，我们能够看到，过去这几年，特别是从2022年开始，整一个中东呢实现了一波和解潮。那这种和解潮之下呢，其实，对于美国继续在中东施加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没有太多空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以色列必须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战略自主权，才能够确保在这么复杂的中东继续生存下去。有消息就指，以色列的部长们已被明确告知，该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第2轮袭击。报道称，这些袭击将是对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住所的报复。我认为，伊朗不会对以色列进行非常近期的一种螺旋式的这种报复，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有限的对于以色列的回击，但不是来自于伊朗本土，而是来自于以色列周边的这些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和这个军事代理组织，比如说像黎巴嫩的真主党啊，还有这个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伊朗呢，它肯定是继续握有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击以色列这样的主动权。我们看到以色列对伊朗的反报复行动已经过去3天了，然而伊以双方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成效仍然在各说各话。那对此您怎么看？我注意到伊朗国内媒体的普遍说法是，以军的打击所造成的损失相当有限，伊朗国内仍然是秩序井然。这显然是在为伊朗不会对以色列进行反报复制造舆论与统一步调。我认为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来自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他说，对以色列的袭击不应夸大，也不应轻视。这里的不应轻视4个字可圈可点，它说明以色列的反报复行动的确是给伊朗的军事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内伤。而以色列方面对外透露的说法是，第一，以军在这次行动当中摧毁了伊朗所有的远程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和远程探测雷达；第二，以军摧毁了首都德黑兰周围伊朗仅有的4套 S-300防空系统。当前的德黑兰已经处于了没有防空能力的状态。第三，以军已经摧毁了伊朗用于制造远程弹道导弹的固体燃料的生产基地，而且2年内不能恢复。我认为，假如以色列方面的说法属实，那也就意味着，一是在未来2到3年内，伊朗已经不具备远程打击以色列的能力了；二是原本已经处于不对称状态下的伊以两军的实力，
已经彻底走向了失衡。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知道，中东地区博弈的本质其实是美西方支持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跟俄罗斯支持的以伊朗、叙利亚为首的什叶派之间的两大集团的对抗。其中，以色列使用的武器，尤其是远程打击能力和防空系统，都是由美西方提供的。而伊朗、叙利亚等国家的远程打击武器和防空系统，这主要是来自于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出动100多架战斗机，飞越部署了俄罗斯远程打击与防空系统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领空，对伊朗进行了打击。甚至有传言说，以色列出动的 F-35战斗机还在德黑兰上空盘旋了3个多小时，而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防空系统居然对此基本上毫无反应，并且让以色列这100多架远程奔袭的战斗机毫发无损地返回来了。那以色列这次对伊朗的反报复行动，又会对接下来的中东地区局势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呢？首先是对以色列国内政局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发生以后，内塔尼亚胡政权曾经是饱受国内民意的质疑，其执政地位一度岌岌可危。然而这1年多下来，在消灭哈马斯成建制的武装力量，把真主党打成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以及这次的反报复行动重创了伊朗之后，不仅作为强硬保守派头目的内塔尼亚胡本人重新在以色列政坛站稳了脚跟，而且使得以色列国内的主战派处于一种斗志昂扬的状态。这样一种政治舆论氛围，将会为接下来以色列进一步打击伊朗，尤其是打击伊朗的核设施、石油开采设施，甚至对伊朗高层进行斩首行动埋下了祸根。尤其是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假如是没有原则、不计后果和代价的支持以色列的特朗普当选了，那新一轮的中东战火将立马燃起。其实我曾经反复说过，以色列真正的野心是在通过5次中东战争彻底打服了以阿拉伯国家为首的中东逊尼派之后，这次的目标是要利用去年10月7号的袭击事件，彻底打服由什叶派伊朗组建的中东抵抗之湖。通过这1年多以来的大杀四方，以色列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中东小霸王形象，美国这是乐于见到以色列在中东称霸的局面出现，这样美国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将战略重心撤出中东了。在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反报复之后，伊朗国内对于要不要对以色列进行再一次的报复，也出现了2种不同的说法。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注意到，在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反报复之后，对于要不要对以色列进行新一轮的报复，伊朗国内不仅出现了2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国内强硬派与保守派在态度上的转变。主张要对以色列进行新一轮报复的，居然是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温和派。佩泽西奇扬及其领导下的外交部说，德黑兰将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进行回应。相反，以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及其领导的伊朗军方，这似乎由原来的强硬派变成了温和派。哈梅内伊没有提报复2个字，伊朗军方则说，以色列的袭击只造成了轻微损失，伊朗已经修复了这些损失。那么，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和温和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错位表态的现象？我认为这就涉及到了伊朗国内敏感而微妙的政局了。我们知道，伊朗的军权牢牢地掌握在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手上，在是否要对以色列进行新一轮报复这件事情上，只有他说了才算。而以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温和派，此前一直被批评为对以色列过于软弱。在这种情况下，佩泽西奇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激进表态，并不会真的导致伊朗与以色列进行新一轮报复，但是这一表态却有助于温和派自身的政治安全。这些都意味着未来伊以关系的走向，不仅仅取决于以色列与伊朗国内强硬派的态度，同时还要取决于伊朗国内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博弈结果。
而在我看来，经过这1年多以来的意义博弈，伊朗的确是到了必须要从根子上反思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时候了。一是要慎重思考一下，在以伊两国军事实力彻底失衡的情况下，尤其是自己的小兄弟哈马斯、真主党与胡塞武装都已经遭受重创的情况下，跟以色列的对抗还有没有胜算？二是要反思一下，连强大的逊尼派在经过5次中东战争之后，都选择了跟以色列和平共处，连人口不到中东1/10的什叶派，还有没有继续跟以色列缠斗下去的必要性？三是要彻底反思一下，是要继续追求自己的宗教理想，还是要追求现实的政治目标，也就是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